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夜话心语。儿子去世不久，老公便和他的小青梅在院内种下一棵石榴树，寓意多子多福。我没哭也没闹，平静地提了离婚。第二天，小青梅哭着向我道歉：“对不起姐姐，我只是想安慰江哥哥，孩子以后还会有的，你别多想。”江城揽着他的肩，对我冷声道：“苏瑶，你能不能成熟点？孩子走了，我们都很难过，但你没必要迁怒小晴。”说完，他们携手离开。再次见面是在数日后，如他所愿，我会多子多福，但不是和他。江城从机场回来时，已经是凌晨2点。他放下手中的行李箱，走到我面前，好看的双眉微微蹙起。没看到消息。我一边处理着手头上的工作，一边漫不经心道：“看到了。那为什么不来接我？”他的声音中染上了几分怒意，一只手按在了我的笔记本上。我抬起头，似笑非笑。他还以为我是那个只要一通电话，一个消息，无论多晚都会风雨无阻去机场接他的小女孩。我在忙，怎么不让夏小晴去？夏小晴是江城的青梅竹马，打小就喜欢他。家道中落后，江家见他可怜，接他回了老宅，并做了江城秘书。江城微微一怔，随即道：“小晴生理期，身体不舒服。”我夸张地笑了起来：“江总果真体恤下属，一个小秘书的生理期您都记得这么清楚。”他叹了口气，揉了揉额角：“别闹了，我和小晴之间没什么。有没有什么，我说了不算喽。”我耸了耸肩，从抽屉里拿出离婚协议书，推到他面前：“你看看，没什么问题就签了吧。”江城冷冷地瞥了一眼，神色有些不耐烦：“有必要吗？上次的事情小晴已经道过歉了，她也是一片好心，你没必要对她抱有这么大的恶意。”他转身朝着卧室走，走到一半时又折返回来：“豆豆走了，我们都很难受，但你没必要因为这件事迁怒其他人。”他顿了顿，接着道：“小晴是无辜的，你别去找她麻烦。”我紧紧地攥着拳头，眼泪在眼圈里打转，心像是针扎了一样，密密麻麻的疼。再次抬起头时，眼中的悲伤已经消失殆尽。我冷笑了一声：“怎么，你心疼？”儿子去世那天是他的生日，他打小被养在江家，进行精英式教育，鲜少有机会出门。央求了很久后，江城才松口答应带他去海边玩。只是没想到，同样出现的还有夏小晴。他戴着遮阳帽，从江城背后探出头，故作天真：“姐姐，我心情不好，江哥哥说带我来散散心，你不会介意吧？”江城笑了笑：“放心，苏瑶不是小肚鸡肠的人。”他们一问一答，倒显得我有些多余。我并不想在这样的日子同他们撕破脸。大人的事情与孩子无关。蹲下身，笑意盈盈地看着儿子：“妈妈陪你用沙子堆城堡好不好？”豆豆是个情绪敏感的孩子，但见我并无什么波动，也就放了心，恢复了孩子的天性。“好。”玩到一半时，豆豆想吃冰淇淋：“妈妈，你去帮我买，我在这里乖乖等你回来。”看着他期盼的小眼神，我不忍拒绝，揉了揉他的脑袋，答应了他。走之前再三叮嘱不要离开爸爸乱跑。倒是夏小晴对我说：“放心吧，我和江哥哥会好好看着豆豆的。”江城也嫌我啰嗦，催我赶紧去。临走前，我看了儿子一眼，他乖巧地坐在沙滩上，认真着摆弄着爸爸送的生日礼物，一辆小汽车。只是没想到，
这一眼竟是我见儿子的最后一面。前后不过几分钟，等我从便利店出来时，有人指豆豆所在的方向讨论道，事发的时候周围都没有大人在，听说是小孩子的玩具汽车掉水边了，他跑过去捡，海浪太大，被卷进去了。那一刻，我心慌得厉害，跌跌撞撞地往海滩边跑去，心里反复念叨着，一定不是我的豆豆，手中的冰淇淋不知何时化了，满身都是。跑得太急，摔了好几跤，鞋子也跑丢了一只。终于到了，可豆豆不在。我发疯似的地往海里冲，蔚蓝色的大海冰冷无情，腥臭的海水涌入我的口鼻。可我只想找我的儿子。恍恍惚惚间，我被人拦腰抱起，苏瑶，苏瑶。浑浑噩噩地转过头，是江城。豆豆呢？我问他。他张了张嘴，声音哽咽。小晴突然说他不舒服，我没想到，只是离开了一会儿。我江城，你混蛋！你他妈的就是个混蛋！他还那么小，你怎么敢呢？我歇斯底里道，后面也不记得还说了什么，整个人陷入了无尽的黑暗。等再次醒来时，是在医院。江城守在我的病床前，他眼底一片青黑，眼中是浓浓的愧色。对不起，苏瑶，对不起。他握紧拳头，试图抑制内心的痛苦。我张了张嘴，想质问他，可突然觉得很累，连质问他的力气都没有了。就是在那时，我下定了决心，我要离开他。你简直不可理喻。江城走向卧室，用力地关上了门。我想，他应该会像往常那样，高高在上的等着我摇尾乞怜。然而这一次，江城等了很久，也没等到我的低头认错。等他从卧室出来时，我早已经离开了。我和江城的恋情不被所有人看好，他是天之骄子，是众星捧月的公子哥，而我总是戴着框眼镜，穿着洗着发白的校服，安静地趴在角落的桌子上背书刷题。他看不上我这样的书呆子，我看不上他那样的混不吝。直到那天，公子哥挨了揍，鼻青脸肿，被我这个书呆子拯救。伤好后，江城赖上了我。我知道自己和他的差距，总是刻意地和他保持着距离，可他却像是感觉不到。高考倒计时100天时，我向他放了狠话。向来骄傲的人第一次红了眼睛。苏瑶，你别后悔，我以后再也不会管你。说着再也不会管我的人，半个月之后又因为我和人打了一架。起因是他听到那几个男生在背后骂我杀人犯的女儿。我其实并不在意这些话，在我成长的这些岁月里，无数人指着我的鼻子骂我爸是个杀人犯。久而久之，我早已习惯，言语对我并没有什么杀伤力。可第一次有人为我出头，小少爷发了火，又被打得鼻青脸肿。我下晚自习回家时，他就坐在我家楼下，像个被抛弃的流浪猫。苏瑶，我后悔了，你别不管我。小少爷说着说着，还流了眼泪。我扑哧一声笑出了声，他脸一红，又炸了毛。你笑话我？要不要在一起？两句话同时说出口。他愣愣地看着我，你刚说什么？我佯装失望，没听到啊，那算了。他一把攥着我的手腕，一脸傻笑，要。18岁那年，我们在一起了。一开始，江家人不同意我们的恋情，他从众星捧月的小少爷变成了无人问津的穷学生。那段时间，穷到连饭都吃不起。没课的时候，我们就去兼职，奶茶店、快餐店，有时候店主会将快要过期的食物送给我们。
我们坐在路边，一边吃着即将过期的炸鸡，一边畅想着未来。很难，但很幸福。可惜，幸福不会一直延续下去。豆豆去世的第33天，我还在失眠，整夜睡不着，大把掉头发。好友实在看不下去，替我预约了心理医生。只是没想到会见到夏小晴。她穿着白裙子，喷着甜腻的香水，容光焕发。那味道和江城身上的一模一样，直往鼻子里钻，令人作呕。姐姐，好巧啊，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你。看到我手上的挂号单，她同情地看向我，姐姐，节哀顺变，豆豆肯定也不愿意见到你这副样子。我冷嗤了一声，你也配提豆豆？话音刚落，江城提着药走了过来，他的脸色很难看，双眸中翻滚着怒气。你怎么来了？夏小晴走上前，熟练地挽住他的胳膊，语气娇嗔，江哥哥，姐姐好像也得了抑郁症。他愣了愣，有些担忧，抑郁症？什么时候？我并不想同他说话，抬脚要走。他突然抓住了我的手腕。我在问你话。夏小晴出来打圆场，江哥哥，你别生气，姐姐可能是在和你赌气吧。她小声地说出这句话，然后小心翼翼地看了我一眼。聪明如江城，自然很快就明白了夏小晴的言外之意，玩味道，苏瑶，你是在故意吸引我的注意。直到现在，他还以为我在和他闹。我抽出自己的手，你想多了。像是没听到我的话，江城叹了口气，好了，你有什么气也该消了，刚好爸妈喊吃饭，我们一起回去。我摇了摇头，不了，随即转身离开。江城下意识地想要追上来，只是刚迈出一步，就被夏小晴抓住了手腕。江哥哥，你别担心，姐姐会好起来的。他笑着说，接着低下头，眼圈通红，声音哽咽道，不像我是不是不会好起来了？怎么会，你一定会好的。看着我的背影，江城最终还是选择了留下。夏小晴有很严重的抑郁症后，江城觉得不能不管她，甚至作为妻子，我应该理解她，体谅她。豆豆去世的第35天，我们这里的习俗，5期是要大办的。江城要来接我，被我拒绝了，并且明确告诉他，我不想见到夏小晴。收拾好了一切，打车出发。老宅门口摆满了黄色的、白色的菊花，屋内传来低啜声。我强忍着眼泪走进了屋子。江母一看到我，就情绪激动冲过来，你怎么敢来？要不是你，豆豆不会死，他真是倒了8辈子霉，有你这样不负责任的妈。我张了张嘴，想要反驳，可还没等开口，眼泪就一颗接着一颗掉了下来。江城过了很久才出现，这样的日子，我不愿跟他吵，可他带了夏小晴。他明明答应我，不会让他出现在这样的场合。我早就该知道，这样的男人不可信。他跟在他身后，亦步亦趋，活像热恋中的小情侣。看到我时，夏小晴满脸欢喜地朝我走来，并把手里的袋子递给了我。姐姐，我听江哥哥说，豆豆最喜欢的就是这个玩具，这是我的一点心意。蓝色的玩具车安静地躺在袋子里，眼前仿佛出现了豆豆的身影。那是爸爸送我的小汽车，我去把它捡回来。他朝着海浪中跑去，然后消失，内心像是被针扎了一样，滚！我把小汽车狠狠摔在了夏小晴脸上，她呆呆地看着我，捂着脸，眼泪在眼圈里打转。江城快步走上前，将她护在身后。苏瑶，你又在发什么疯？
这个世界上每天有那么多人失去了孩子，就你最可怜是吗？我气急反笑，江城，你真让我恶心。感觉自己被抽空了所有的力气，整个人都昏昏沉沉。眼看着我要离开，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腕，眉眼间是掩不住的怒火。你什么意思？夏小晴走到我面前，眼睛通红。姐姐，对不起，是我的错，我考虑不周，你别和江哥哥置气。道歉。江城看着我的眼睛，一字一句道。我笑了笑，抽出自己的手腕，冰冷渗人的目光停留在夏小晴的身上。道歉是吧？我活动了手腕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啪，一巴掌落到了他脸上。我用了10成的力气，夏小晴白皙的脸颊上立刻出现一个巴掌印。她不可置信地看着我，尖叫出声。事情发生的突然，大概所有人都没有想到，往日性子温吞的我会做出这样出格的事情。整个空间陷入了诡异的安静之中，直到夏小晴呜咽的哭出声，他们如梦方醒。江母急急忙忙地跑上前，将她拥入怀中，小心地安抚着她，并仇恨地看向我，好像我做了什么大逆不道的事情一般。苏瑶，你真的疯了。是，我是疯了，早在豆豆死的那一刻我就疯了。豆豆为什么会出意外？你不妨问问你怀里的夏小晴，要么问问你的乖乖儿子，你看他敢不敢说实话。江母微张着嘴巴望向我，又望了望江城。即便到了此刻，江城还想着包庇夏小晴，走到我面前，苏瑶，别闹了。另一只手企图来抓住我的手腕，我没给他机会，又是一巴掌扇到了他的脸上。心上人被打了，夏小晴再也沉不住气，从江母的怀中挣脱开，扑到了江城的怀里，一只手轻轻地抚摸着他被打伤的脸颊。江哥哥，疼不疼？江城并不领情，拨开他的手，直直地盯着我。苏瑶，你来真的？我并没有回答他的话，而是走到豆豆的遗像前。桌上摆满了各种各样的祭品，甚至就连他死了，江家人也要给他摆上一架钢琴。我不疾不徐地抓起那些东西，一件一件砸在地上。干净光洁的地面很快就一片狼藉。我发了狠地砸烂了那架钢琴。他活着时就被这些东西禁锢了短短的一生，他死了，江家人还妄图禁锢他。看着江家人那一张张变幻莫测的面孔，我心里痛快极了，一股难以名状的快意涌上我的心头。与江城四目相对的一瞬间，我解脱地笑了笑。我早就想跟你们划清关系了。抱着豆豆的遗像，大步朝着江家大门走去。没想到江城却追上了我，他固执地抓着我的手，眼里的情绪复杂得让人看不懂。苏瑶，踏出这个门，你就别想回来了。都这个时候了，他还妄图威胁我。如果是当初的我，这会儿早已低头认错了，可人是会变的。我甩开他的手，冷声道，好啊，我也没打算回来。快步朝着外面走去，他居然还没放弃，跟在我身后喊我的名字。苏瑶，苏瑶。恍惚中，我像是回到了18岁那年。他坐在楼下，说苏瑶，你别不管我，也是这样的语气。夏小晴跟在他身后，哭得梨花带雨。可他像是没有看到，眼睛里只有我。我径直地拦下一辆车，不曾回过一次头。关掉了手机，我漫无目的地在城市里闲逛。走着走着，就到了海边。夜很深了，海滩上没有人。我躺在沙滩上，头顶是璀璨的星空，好多好多星星，一定有我的豆豆。我挨个找，挨个问，小星星，
你是我的豆豆吗？最亮的那颗星星朝着我眨了眨眼睛，我就知道那是我的豆豆。有它陪着我，我在无人的沙滩上，以天为被，以地为席，难得的睡了个好觉。直到刺眼的阳光将我照醒，我打开手机，江城给我打了几十个电话，接着一条消息发了过来：你不是想离婚吗？电话被拨通的瞬间，那边的人就按下了接听。我直截了当地问他什么时候去。他苦笑了一声，声音似乎很疲惫。苏瑶，非要这样吗？我低着头没说话。他接着道：怎么就非要离婚？是因为那棵石榴树吗？可我已经道了歉，树也被连夜铲走了，你为什么要抓着不放呢？到了这个时候，他还以为我们之间的一切是因为那棵石榴树。他根本不明白，不明白多子多福这句祝福对一个刚刚失去了孩子的母亲有多歹毒，不明白所有重要的场合他丢下我去陪小青梅有多过分，更不明白不爱了这件事情是长久以来的失望堆积。苏瑶，我不会离婚的。他这样说倒有些偏执与无理取闹的意味。江城，别闹了。他哑然无声。曾经的无数次争吵，面对我的歇斯底里，他总是淡淡地说一句别闹了。如今我把这句话原封不动地还给了他。接下来的1个星期，江城都没来找我。公司新接了一个项目，我是负责人。项目刚起步，需要处理的事情很多，等我忙完的时候，就看到他发过来的消息：我在楼下等你。时间显示在4个小时之前。江城的耐心早在我们刚在一起的那几年就用完了。那之后，他在面对我时总是格外不耐烦。之前有一次，我们约了一起出去玩，他在楼下等我，距离约定的时间仅仅过去了4分钟，他便打电话过来，气急败坏：苏瑶，你有没有时间观念？你自己去吧。我不相信，曾经连4分钟都不愿意等我的人，怎么会等我4个小时？我收拾好东西下楼，刚到楼下，一眼就看到了倚靠在车边的他，他的手里还夹着未燃尽的半截香烟。见到我，江城有些慌乱地灭掉烟，又拍了拍身上残留的烟味儿，才走到我面前，小心翼翼地问我：怎么才下班？累吗？你来干嘛？他讨好地笑了笑：我来接你。接我离婚吗？他的脸色沉了下来，有些烦躁地揉了揉头发。我们之间就只剩下离婚可以谈了吗？我点了点头。离开时，他抓住了我的胳膊，神色间带着些祈求：我很想你。我掰开他的手，一字一顿道：你很烦。这大概是我对江城说过的最重的一句话。他颤抖着手松开我，还妄图挽留。豆豆也不想看到我们俩分开的。这个时候，他还又敢提豆豆。我咬紧牙关，嫌恶地看向他，声音不自觉地发抖：你有什么脸提豆豆？如果不是你，豆豆不会出意外，是你害死了他。江城的面如白纸，抬起的双手陡然落下，肩膀也瞬间塌陷了下来。我走出很远后，背后传来声音：好，我答应你。没有了孩子，财产分割方面他很大方，不曾苛待我。我拿起笔准备签下自己的名字时，江城按住了我的手，弯着腰与我四目相对，眼睛里盛满了悲伤。苏瑶，你想好，签了，我们就再也没有关系了。夏小晴就站在他旁边，神色焦急。江哥哥，你在犹豫什么？他转过头，恶狠狠地瞪了他一眼，哪里还有当初的迁就和宠溺？我拿开他的手，我后悔的是当初认识你。
最后一笔落下的瞬间，我如释重负，将离婚协议书装好，从沙发上起身。1个月后的今天，民政局见。他张了张嘴，似乎还想说些什么，最后只是垂下了脑袋。离婚后，我的事业倒是如日中天，只是失眠的毛病依旧没好，又去看了几次心理医生。医生告诉我不是什么大问题，慢慢就会好起来。只是从会诊室出去时，又碰上了夏小晴，但这回只有她一个人。她扯过一个女医生，慌慌张张地进了一间空病房。出于好奇心，我跟了上去。不过10来天未见，她整个人再也不像之前那样光鲜亮丽。她在病房里走来走去，神情焦虑。你重新给我开个单子，就说我的病情又加重了，就写他皱着眉，就写病人有严重的自杀倾向。女医生惊呼出声：你疯了！之前给你伪造抑郁症的病历，已经违背了我的职业道德，说好了那是最后一次的。她哭着抓着女医生的手臂，我也不想的，可我没办法了。江哥哥现在连见我都不愿意，我只能这样做。梓潼，你是我最好的朋友，只有你才能帮我。被叫做梓潼的女医生艰难地点了点头。最后一次，小晴，感情这种事情是没办法强求的。夏小晴胡乱地点了点头，但很显然，她并没有把这话听进去。我淡定地关上手机，转身朝着医院外走去。我不找他麻烦，但不代表我是个好欺负的人。真不知道江城看到这段视频后会作何反应。我把视频打包发给了江城和江家其他人，关上了手机。新项目需要去非洲考察一段时间，我报了名。在那片原始热情的大地上，我开着老旧的皮卡，一路向南，越过湖泊，穿过草原，登上高原。在某个天气很好的夜晚，我们一行人坐在一望无垠的草地上，唱歌喝酒。脑海中的回忆一帧一帧闪过，好的、坏的，最后全部消失。从非洲回来的那晚，我在楼下见到了江城。他瘦了很多，原本合身的衬衫穿在他身上变得松松垮垮。他见到我，眸子中快速闪过一道光。你回来了？我挑了挑眉，自然知道这段时间他每天都会来找我，从夜晚哭坐到天明。房东太太打电话给我，问我需要报警吗？我告诉他不用搭理。1米8几的人站在那里，像是手足无措的小学生，眼圈泛着红。我晃了晃手中的手机，你来早了，明天才能去办手续。他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。我洗漱完，躺在床上时，好友的电话立刻就打了过来。他告诉了我江家最近发生的事情，语气中无不透露着幸灾乐祸。原来江家人收到我的视频后，第一时间发现自己被骗了。江母去质问夏小晴，却被他失手推下楼梯，现在还在医院里躺着。江城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报警，夏小晴这会儿还在警局关着。他还提交了他盗取商业机密的证据。依照江城眦牙必报的性子，夏小晴没个10年8年，应当是出不来了。他所有东西都被扔了出去，一夜之间成了过街老鼠，人人喊打。那个帮他开假病历的女医生也被医院辞退。好友讲得眉飞色舞，我只是安静地听着，直到最后才说道：那可真是大快人心。我从不曾将痘痘的死怪在任何人头上，可这不代表夏小晴就没错。之后的很久，我无数次在想，如果那天江城没走，会不会事情的结局就不一样？
如果我没去买那个冰淇淋，之后的事情会不会就不会发生？但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。第二天早上，我刚打开门，就看到了蜷缩在门口的江城。他的眼睛中满是红血丝，眼底一片青黑，下巴上也冒出了青黑色的胡茬。他眨了眨眼睛，像是在确定我是谁。很久之后，他才出声：“对不起，苏瑶，对不起呀，说好了给你幸福，我食言了。”长达9年的婚姻，在我提出离婚的1个月之后，他终于明白自己错在了哪里。他扶着墙站了起来。我知道错了，你能再给我一次机会吗？我摇了摇头。如果是3年前，我也许会答应你，可现在太迟了，我已经不爱你了。3年前是夏小晴来到他身边的日子。他迫不及待地向我解释，语无伦次：“不是的，我没有，你知道的，我没有。”我看着他，江城，不是上了床才叫出轨。这3年，只要夏小晴一个电话，无论你在干什么，你都会丢下我陪在他身边。你敢说你问心无愧吗？他陡然红了眼眶，神情破碎，一个字也说不下去。我知道他不敢。走吧，证件都拿好了吗？我问他。他点了点头。从民政局出来，我拿着离婚证，由衷地笑了出来。江城苦笑了一声：“我送你吧。”我摇了摇头，快速拒绝了他。走了几步后，我回过头，他依旧站在原地，见我回了头，脸上露出欣喜的表情。可还没等他说话，我就先出声道：“江城，以后没什么事就别见了。”他眼中的光亮湮灭，僵硬地点了点头。显然，江城依旧食言了。我不止一次看到他的车子停在楼下，有时是一整夜，有时是半夜。我并不介意他来看我，左右只要不出现在我面前就无所谓。离婚后的半个月，我接到了江母的电话。向来瞧不起我的妇人，第一次朝我低了头。瑶瑶，你有时间就回来看看阿成。以前是妈的错，以后我不干涉你们2个。老实说，在做婆婆这件事情上，她并不曾在身体上折磨我。但每次见面，从她眼睛里流露出的不屑，仍旧是我9年婚姻的噩梦。我也曾学着去讨好她，却发现无论我如何改变，却没办法改掉自己的出身。那之后也就偃旗息鼓了。我淡淡道：“我和江城离婚了。”就挂断了电话。直到1个月后，江城给我发消息，说是老宅有一些豆豆的东西，希望我去取了，给自己留个念想。我答应了。再次回到老宅，心境却完全不同了。花园里不知何时种满了5颜6色的绣球，一团一团，一簇一簇。赵妈见到我，50、60岁的人了，偷偷抹了抹眼泪。那都是少爷种的，她说你喜欢绣球。我点了点头，很漂亮。话音刚落，背后传来东西落地的声音。我转过头，看到了江城。他局促地看着我，怎么来得这么早？等等我。他说完，飞也似的跑到了楼上。我并未在意，独自来到豆豆的房间。他的卧室还保留着之前的样子，就连书桌上也放着摊开的习题册。我走上前，细细地看着。江城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我身后。他刮了胡子，换了干净的衣裳，还是瘦，但整个人看上去精神了很多。豆豆很聪明，这本习题刚买回来没几天，他就写完了，还是全对。我轻轻地抚摸着那些稚嫩的字体，摇了摇头。不，他一点儿也不聪明。
是你答应他，做好了功课就带他出去玩，所以他每天早上一起床就坐在这里，一直到晚上上床睡觉。我偏过头看他，他神情痛苦，整个人摇摇欲坠。时隔几个月，他终于感受到了我的痛苦，可我心中并不觉得快活，我只是很想豆豆，想他抱着我的脖子，甜甜地喊我妈妈。我真的很想他。收拾完豆豆的东西，走到门口时，江城终于没撑住，瘫倒在地上。他蜷缩在地上，捂着心口，像个孩子般嚎啕大哭。苏瑶，我真该死啊！我只是冷漠地看了他一眼，就离开了。后来我换了新工作，搬到了新的城市，认识了新的人，和过去的一切斩断了联系。有一天，我在医院产检时，听说江城生了病，失眠、抑郁、幻觉，那些曾在我身上的症状，一一出现在他身上。好友问我有什么感受，我笑了笑，轻轻地抚摸着肚子。能有什么感受？新的故事会在夏日汽水的碰杯中开始。番外落雪的那天，江城回了高中时的母校。校门口的小店依旧在卖烤红薯和糖炒栗子，他记得苏瑶爱吃这些。付了钱，新鲜出炉的烤红薯被他捂在怀里，生怕凉了。他兴冲冲地回到家，老婆，我买了你爱吃的，说到一半的话被他重新咽了回去。他这才记起他们离婚了，他有了新生活，他不爱他了。意识到了这残酷的事实后，他把自己锁在屋子里，一罐接着一罐地灌着酒，喝了吐，吐了喝。苏瑶搬到了新城市，换了新号码，他找不到他，也见不到他。有时候他想，他怎么那么绝情呢？后来又觉得绝情了好呀，因为他就是个混蛋。只有醉酒的时候，他才会入梦。有时候叉着腰站在他面前，娇滴滴地训斥他：江城，你怎么又喝酒呀？有时候趁着他睡觉，偷偷地亲他。更多的时候，他摸着圆圆的肚子，满身母性光辉。江城，我又要当妈妈了。是的，她怀孕了。她见过那个男人，长得比她高，没她帅，但他对她很好，好到他没脸去打扰他。他伸出手想摸摸她，可他却嫌恶地往后退了退，那副温柔的模样刹那间消失不见。他居高临下地看着他：江城，还记得那棵石榴树吗？如你所愿，我会多子多孙，但不是和你。他挣扎着醒过来，缩在墙角，低声啜泣。原来这个世界上真的有人在离开另一个人后会生不如死。他怎么就没珍惜他呢？他曾经劝苏瑶，人要往前看，但他想，他这辈子也不会从那段日子里走出来了。世间疾苦，他没有救赎。